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怎么没发现呀？果然是大摇大摆走进来的。是你想事情太专心了，没注意到我。你屡次成为敌人的目标，你知不知道寡人多担心你？早知道燕丹告病是一个陷阱，寡人绝不会让你去。要是那些匪贼敢押你回去做压寨夫人，寡人就算耗尽我大秦的军力，也要把他们的巢穴铲平。你想太多了。你以为人人都爱我这母老虎呀？这么说，是寡人眼光独到，才喜欢你这母老虎。还好，你平安回来了。对了，寡人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。什么礼物啊？你别又……我知道你不喜欢那些庸俗的珊瑚和珍珠。寡人要送的是这天底下独一无二的。什么？寡人决定把天明接回宫里。真的？天明他可以回来了？寡人知道，你历劫回宫，最能够安慰你的，也就只有天明了。真的是太好了！这3年以来，我只见过天明几次，每次一见他，都觉得他成长了不少。我真担心，再这么下去，他应该会认不得我这个娘了。对不起，让你们母子分开太久了。寡人不会再拆散你们。说实话，我有时候也挺想天明的。毕竟他也是寡人的孩子。若假山空荡荡一场，几分荒谬绕几幅惆怅。眼睁睁风就我远的情太长，是谁盼望谁归谁身旁？渐渐的我觉得总是突然之间，爱的分出心前世间的缘，化作今生的陪伴。有时候你不能说自己悲哀。金大哥，千里剪不断，夜雨慌乱，回不去的总是你缠绕指尖，爱恨远转心不安，情深结缘，化作今生的陪伴。有时候你不能觉得自己会啊。之间，爱恨转心不安，情深结的缘，化作今生的陪伴。天明，你刚才说要跟父王一起用膳，又不好好吃，在想什么？父王，您知道自由自在是什么意思吗？自由自在，自然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那父王，您自由自在吗？天明，等到父王一统天下，这世上再也没有纷争和战乱。你我又是天子之尊，
自然是这世界上最自由自在的人。真的吗？那天明会比天上的鸟儿更自由自在吗？当然了，鸟儿虽能自由飞行，但是每天却在为着自己的食粮而费心，而且有许许多多的天敌，怎么能说自由呢？什么天敌？天敌就是有大鸟等着吃小鸟，还有猫也想吃小鸟，每天怕东怕西的，当然自由不起来了。天明不想要被人惧怕，天明想和大家开开心心，和大家一起玩耍。如果一让人害怕才叫自由，那天明不想要自由了。不要紧，你现在还不明白父王对你的期望。大王对天明真是宠爱。天明是个好孩子，也是个幸运的孩子，从小就生活在被人疼爱的环境里。与寡人不同。大王，燕丹与寡人一样，从小就志于异国。其实寡人也不是不明白他的想法。我希望我能成为让他人惧怕的人，如此，我便可保护任何我想保护的人。他一定在想，有朝一日，一旦他爬到高处，便会让所有轻贱过他的人、怜悯过他的人，都不敢再看低他。所以寡人宁愿他们惧怕我，也不愿意他们可怜我。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自在。近日听闻妹妹足不出房，在调养身子，所以今天特意来看看你。本宫对上次误会妹妹的小事，心里有些过意不去，所以今天特意带了点补品过来。良人之前不是以为是嫔妾诬陷了你吗？何以今日突然示好啊？哎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姐姐的脾气。本宫位分被贬，心情确实不好，所以就对妹妹说话重了些。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后来静下心来一想，和廷尉大人的协议那是本宫做的，本与你无关。现在事情这样了，要是全怪在你头上，对你实在不公平。哎，说来说去，这宫里谁不是远嫁而来的异国嫔妃？或许对自己的母国还有几分关心，但毕竟我们都是大王的妃子。所以说，遇到什么事情，才更要互相帮助，和睦相处，对不对？对，对。这些补品呢，补气补血，特别有助于安胎。说实话，入宫这些年，本宫也想早日为大王诞下子嗣，所以时常拿这些汤药来补一补。你就当是补品，补一下，对身体也没有什么坏处的。谢良人厚爱。不谢。行，那你养着吧，我先回去了啊。行了，妹妹不用送了，记得好好补一补，啊。这楚良人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啊？他前几日不是还对长史嫉恨如仇，怎么今日又送补药来了？
肯定是知道了我怀孕的事情，来借此示威的。可是，楚良人应该也知道，长史怀的并不是大王的子嗣，那他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我也不明白，说不定是楚良人自己常年怀不上孩子，性情大变了呢。他就是见不得人好，你看他当年对景良人做了些什么？他这个人，怎么可能说转性就转性呢？他肯定是在打什么算盘，才会突然对我示好。那这补药该怎么办？哼，天晓得是安胎药还是滑胎药，拿去扔了。哎，别让人看见。是。孩儿，你未出生就没了爹，娘只希望你的命不要像你爹那么苦啊。禀良人，良人脉象甚佳，玉体均安，请良人不必担忧。可是，本宫近来时常感到头晕、恶心、失眠，太医就没发现什么吗？方才微臣确实仔细给良人诊查过，未发现异常。若良人确实有这些症状，待臣回去给良人开一帖清心丸，良人服用试试。陆太医，您还是没有听明白本宫的意思。本宫近来时常感到头晕、恶心、失眠。您在本宫的脉象上，当真没发现什么吗？恕微臣愚钝，微臣不明白良人是何意呀？这是良人特意为陆太医准备的，太医请收下。您若是收下了，就证明您发现我们良人怀孕了。良人，谎报孕情可是欺君大罪，臣万万不敢呐！你就照本宫说的去做，以后每月过来给本宫把脉，开药给本宫安胎，时候到了，自然会有个孩子的。陆太医，您可别忘了，景良人滑胎那事儿，为了那帖茶，本宫给了您多少金子？还有，您在老家的亲人，现在正由我们南楚的侍卫照顾着呢。臣知道了，臣一定会按良人吩咐的去办。很好。嫔妾参见厉夫人。免礼。谢夫人今日愿见嫔妾一面，我托人找您来，实在是我不便出门。长史怀有身孕了，是韩非先生的孩子。夫人，嫔妾不敢奢求，但仍心存一念，夫人能代替我向大王求情，让我生下这个孩子。如今，就只有夫人能帮我了。
夫人，您一定要帮帮我，千万别动了胎气。大王，臣妾有一事相告。什么事？韩长史，他有了身孕，是韩非先生的孩子。竟有此事？多久了？臣妾今日去看他，推测有4、5个月的样子，是在韩非先生入狱之前怀上的。说来这孩子命运真是坎坷，这还没出生就没了爹。韩长史原本是打算一直瞒着大家的，却没料到前段日子因为身子不稳，便请了太医调理安胎，心想这也是瞒不住了，所以特地让我来向大王求情。求情？大王虽因韩非先生之死去迁怒于楚良人和廷尉大人，但是宫外的人皆以为韩非先生是叛秦在先，所以才死在大秦牢中。名义上，韩长史还是大王的妃嫔，但是怀的却是逆臣的子嗣。这怎么说，都是一件不能公开的事情。韩长史是怕寡人下令把他的孩子拿掉，对吗？恕臣妾多言。如若大王的心思跟我一样，我觉得我们亏欠韩非先生的实在是太多了。是啊，我们亏欠韩非先生的实在是太多了。这样吧，这件事情交给你办，你跟韩长史说，让他别担心了。谢大王网开圣面。不过，秦韩之间的关系，因为韩非先生之死，有些微妙。韩长史怀孕这事儿，你要小心处理。若成了授人以柄，就不好了。是，臣妾知道。大王，楚良人托人带话给您，希望您可以去探望他。哼，他能有什么事？还敢让寡人去探望他？回大王，楚良人已怀有身孕。她也怀孕了？难道还有嫔妃怀孕？你继续说。啊，据闻这楚良人怀孕已近3个月，太医最近才诊脉，之前一直以为是身子不适。3个月，也就是寡人在降罪他之前。大王，依微臣之见，这楚良人依然是您的嫔妃，又是楚国的公主，身份尊贵，将来公子生下来，依然是秦楚王族的血脉。不过，燕太子丹之使今日让寡人烦心，寡人不想去见他。赵高，该准备的东西，你准备一下。诺，微臣遵旨。若儿怎么也怀孕了？殿下，看来我们已经到赵国了，离秦国有300里地了，可以缓一缓了。话虽如此，然正值战乱，离城偏远的乡野之地，趁火打劫的盗贼还是很多。
我们还是小心为上。还有，为了保护太子殿下的安全，我们还是以家臣和少爷互称，这样比较稳妥。金少侠考虑的确实周全。怎么了？没事。跳，去。近来身体欠安，所以才没去探望姐姐。没关系，你的事情，本宫也听说了。这孩子，真的是韩非先生的吗？嗯。说实话，我也没想到会怀上，自己发现的时候也很震惊。这件事情，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夫人说。没想到，竟然会怀上韩非先生的孩子。前几个月害喜害得厉害，根本出不了门。不过，你这一直躲在宫里，也不是个办法。大王知道这件事了吗？不瞒夫人说，嫔妾因为实在太害怕了，所以前几日托了厉夫人代替我向大王求情。厉夫人？但请姐姐放心，我只是跟她说了我怀孕的事情，其他的我一个字都没有透露。不过想了又想，我怀的不是大王的孩子，虽是大王不杀他，我们又能在宫里活多久呢？张氏啊，你还想离宫吗？是。我想趁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前，去赵国和家人会合。这些日子一直都没有他们的消息，心里还是有些担心。这秦国到赵国路途遥远，一路上还是挺辛苦的。你们先下去吧。诺。依我看，这时机也已成熟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妹妹就近日离宫吧。真的吗？夫人愿助嫔妾出宫。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就今晚吧，今晚你就出宫，我会命中常侍大人为你打通守卫，会有人在宫外接应你，助你离开秦国。夫人的大恩大德，嫔妾没齿难忘。张氏啊，本来你这身体是不宜远行的，但是本宫见你如此挂念家人，也实在不好强留。这沿路上，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呢。多谢夫人关心。不知为什么，自从本宫收了怀孕之后，我倒真是越来越喜欢吃点酸的了。这就是渐入佳境，两人肯定是打心眼里觉得自己有了孩子，所以身体变化也就真像怀了孕似的。渐入佳境就是这么说的。不管怎样，今日本宫心情甚佳，胃口也甚佳。你去，让膳房给本宫弄点小食来。诺。大王到！大王怎么来了？快！来，盖好。哎呀，肚子，快呀！快！来！大王。良人怎么了？今日身体不适？没有，今日晨起后觉得头有些不舒服，所以就一直在床上卧着，臣妾失礼了。那你一定好好休息。近来宫中发生了不少事，
寡人实在无心管后宫之事。臣妾明白。寡人之前确实十分生你的气，但是，既然你已嫁入我大秦，是我后宫的嫔妃，寡人对你太冷落了。大王言重了。孩子呢？孩子还好吗？啊，孩子好着呢，刚才还踢了我2下。是吗？让寡人摸摸。啊，不过现在又不踢了，大王放心吧。那你好好休息，好好照顾楚良人，有什么需要，跟中常侍说。谢大王，谢大王。寡人先回去了。真是吓死我了！哎呦，热死了！大王看来没发现呢，良人你装的可真像。去。哎，你说怀孕这肚子这么大呀，是不是很沉啊？嗯，下次我得装得像点儿。禀夫人，韩长史出宫一事，微臣已经安排妥当。待他出宫数日之后，到时便说他私自潜逃。想来大王不会追究一个7品长史的去处。韩长史出宫之后，就让他的嘴巴永远闭上。可是，这韩长史还有孕在身呢。这没有公用之人，还留着做什么？再说了，他母国的家人，不是也应该一并清除干净了？这错就错在这丫头，竟然找厉夫人向大王求情，那说明她信任厉夫人。本宫要的是孤臣孽子，他若信别人，那就是对本宫有2心。这样的人，本宫怎么能留他？怎么回事？这是本宫托人从赵国带回来的松果茶，眼下正值多事之秋，多补补身子总是好的。谢谢姐姐关心。其实丽儿也没事。那可不，只是去探望一下燕太子殿下，却意外被绑走，受了虚惊，这怎么不是大事？这松果茶真是爽口，多谢姐姐。有什么好事都一起跟丽儿分享。青儿，你也来尝一口吧。青儿。青儿，青儿，啊，对不起，夫人，青儿刚才走神了。不要紧的，在想什么？想得那么入神？明姐姐是自己人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明姐姐，你不介意一起听吧？那是当然。青儿听别的宫人说，韩长史死了。什么？死了？韩长史，他是有疾病还是？他是被人害死的。被人害死？这怎么可能？大秦后宫门禁森严，怎么可能有人入宫行凶？
禀夫人，青儿这就不清楚了。青儿只听说她死在了郊外的一个山沟里，是一个农人发现她的。因为她的穿着高贵，所以官兵们便追查她的身份，最后是被宫中的虎贲军认出来的。这件事情也太奇怪了。韩长史只是7品嫔妃，这咸阳宫的宫门岂是他想出便能出的？他私自出宫，为何又没人知晓？这个青儿就不清楚了。青儿只听闻他的死状可不异常，而且他的肚皮给人剖开了，肚里的孩子肯定……一尸两命，到底是谁要对韩长史下此毒手？多好的一个女孩啊！说起来，这事儿处处透着古怪。韩长史与韩非被毒死一案脱不了干系，而毒死韩非先生最大的嫌疑人便是李斯和楚良人。虽然他们至今死不认罪，但是也没有其他人比他们的嫌疑更大，所以本宫在想，韩长史是不是也是被他们给灭口？敏夫人今天怎么感觉怪怪的？她一点都不喜欢我们正儿。太后，此话何意啊？在邯郸，人人皆知那侯爷千金敏黛同公子坚走得很近的，冬日看灯，春日赏花，他们俩总是形影不离，可亲密的。大王，宫里也有其他楚人，他们也能拿到琉璃珠啊。其实，楚良人送我的琉璃珠，明明还在我这儿。可是我倒觉得，这件事情倒不像是楚良人做的。哦，怎么说？楚良人和李斯毒杀韩非一事，早已尘埃落定，此2人也受到了大王的责罚。楚良人被贬，李斯则是被杖责。既是罪有应得，该受的罚，该担的罪也都已经担了。楚良人实在不用多此一举，冒着要罪加一等的风险，在节外生枝多杀1人。也许是因为楚良人命韩长史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，又生怕韩长史揭发，也可能是楚良人已经受到了韩长史的威胁，所以不得不杀了他。姐姐说的也不无道理，但是光凭我们在这里妄加猜测，实在难得真相之万一。是啊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楚良人的恶行，也许就随着韩长史深埋入土了。他一直想把罪责推给楚良人，是想掩盖什么吗？果然赵国富庶，实在是名不虚传。还未入邯郸，便见人们衣着光鲜，那么邯郸肯定比这里要更加富足了。金少侠，托你的福啊，老夫总算见识到了葫芦剑法。多亏了你，我们才可以顺利地将太子殿下救出秦国。田光先生过誉了，在顺利抵达燕国之前，这一路还是危险重重，必须得时刻保持警惕。这一路上辛苦金少侠了，我们找个宽适点的客栈，让本公子好好招待你。公子，客气了。公子，你们先走，我随后就到。嗯。你谁？
殿下，樊将军。良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哎呀，这么慌慌张张做什么？不知道这样会动了本宫的胎气吗？韩长史私自出宫，还死在郊外了。你说什么？韩长史死了？方才宫里传来消息，太医和虎贲君已经核实了身份，确实是韩长史，还有他肚子里的孩子。胎儿没了，良人怎么办呢？大王已经知道良人怀孕了，那我们是接着装下去呢，还是到宫外去买个孩子回来顶替一下？先别说这些，让本宫想想，是谁要害韩长史？为什么总有人要挡本宫的路？为了查出到底是谁得知了我们和廷尉大人的计划，奴婢近几日都在调查，结果有宫人告诉奴婢，敏夫人有时候会去韩长史房内，总是神神秘秘的，进出都只让她那个随身侍女小黎入内。敏黛，是她利用了我们。对呀，本宫怎么之前都没有想过？韩长史知道了我们的毒药之计，将此泄露给了敏黛，一定就是他们两个，就是他们两个人要诬陷本宫。不行，本宫要去告诉大王。哎，娘娘，您先等等，您现在可是有孕在身，别心急火燎的，到大王面前泄了底。那该怎么办啊？您先冷静一下，咱们怎么也得先找齐了证据，再向大王喊冤呀。您先冷静一下。好个敏黛，本宫一定不会饶了他。楚良人好，夫人，楚良人来了。夫人，敏黛，你现在是死了呢，还是在这装睡呢？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气冲冲的，可别动了胎气呀！妹妹本来还想去探望你呢。你别装了，今天来找你就是找你算账的。是你害死的景良人，韩长史也是你杀的，你为何要诬陷本宫？姐姐，你对韩长史的死还真是关心呢。不过这倒让本宫很是意外呢。向来对你没有任何利益之人，你是瞧都不瞧一眼的。这怎么对韩长史的事却如此关心呢？难不成是韩长史把你毒死韩非先生的事告诉了大王，所以你才对他如此怨恨？敏黛，你别倒果为因，明明是你利用韩长史窃取本宫计谋，借刀杀人。你现在还敢在本宫面前言之凿凿？你杀了韩长史就是为了灭口，你好狠啊你！借刀杀人，楚良人，那你敢不敢跟大王坦白，你想杀的人不是韩非先生，而是昌平君？昌平君乃大秦的左相，而韩非先生只不过是个客卿。你谋杀朝廷重臣，这等罪应该比陷害一个客卿要重得多吧？你血口喷人！住手！怎么回事啊？
楚良人到我房里无故撒泼，还栽赃陷害，大闹了一场，真是让妹妹看笑话了。你胡说！楚良人既已怀有身孕，那便早些回去休息吧，别动了胎气。姐姐没事吧？既然没什么事，那丽儿先走了。楚良人，楚良人，楚良人。你来干什么？如今看到本宫落魄了，你得意了？如果我想耻笑你的话，方才大可帮着闵夫人一起出气的，何必让你先离开？哼，闵夫人和你情同姐妹，如果你们想嘲讽我，私下有的是机会，没必要做给我看。楚良人，我问你。景良人的事情是否真的与你无关？景良人若是本宫害死的，本宫发誓下地狱都不得超生。那韩非先生呢？是不是你毒死的？我跟韩非先生无冤无仇，我为何要害他？这就奇了怪了。韩长史跟我说，你送他的琉璃珠还在他的身上。那牢房里的琉璃珠又是谁的呢？本宫入宫这么多年，琉璃珠送过祖太后，也送过闵代，大王却一口咬定是我做的，他为何不怀疑闵代呢？韩非先生主公召，对他更为恼火的，不应该是闵代吗？楚良人，这段日子。你就别去找闵夫人闹了，这是为了你好。哼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如果你不想跟景良人还有韩长史一样的下场，这回你就听我的。其实臣妾一直都非常替韩长史感到难过。一个正值青春芳华的女孩，怀着要做母亲的喜悦，竟没想到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惨死。本来韩非先生的突然逝去，已经够令人悲伤了，但是还有他们的下一代是有希望的，却没想到又是这样收场，实在令人不胜唏嘘。韩长史虽然死在宫外，但是他的后事还是以宫内嫔妃的规矩来办吧。谢大王，臣妾会吩咐下去。他在母国的家人呢？通知他们了吗？这也是臣妾最想不明白的地方。这几日联系之后才发现，韩长史离宫不久，他在母国的家人竟然都过世了。韩长史离宫时应该是不小的，只是韩长史为何要出宫，臣妾至今都想不通。夫人，依你看，韩非先生被毒死一事，会不会和韩长史有所关联？臣妾也曾经这么想过，但是我当初问韩长史，他对韩非先生的过世似乎还非常自责。楚良人送我的琉璃珠，明明还在我这儿。是，当初确实是我受了楚良人的指示，但是我真的以为大王只是关他几日就好了。如今，韩非先生已经死了，我再怎么辩驳，
也没有人愿意听我说的了。我最后悔的，还是韩非先生是个好人。若不是因为我，他也不会冤死在秦国。难道韩长史是楚良人灭的口？臣妾也曾想过，但是楚良人因韩非先生之事被贬，实在毫无理由在这个节骨眼上再给自己添罪。大王，楚良人因韩非先生被贬之事，容易多思多虑，现在怀了龙种，将来也将会是公子公主的母亲，大王就别对他太苛责了。你也真是奇怪，楚良人3番5次要害你，你却不恨他，反而为他说话。其实同为女人，臣妾也不是不明白他在想什么。楚良人要的是后位，我不急也不求，那臣妾和楚良人还有什么好争的呢？你呀，就是不让寡人立你为后。你早日统领后宫，哪来那么多事儿？其实入宫之后，我也看开了，人不害我，我不害人。只要我能把天明抚养长大，我就心安了。其他的，我什么都不需要。那你需要我吗？明知故问。大王，臣妾说一件事情，你千万不要生气啊。你有时间的时候，可以去南宫看一看太后吗？臣妾前段日子去过南宫看望太后，她形容实在是憔悴得很，而且状态也不是那么好。这事若是别人跟我说，寡人一定会很生气。但是因为是你，好，寡人明日和你一起去看太后。太医，良人身体如何？回大王，良人虽说滑胎，但未伤及母体。待臣回去给良人开几副方子，让良人好好调理一下身体。良人尚还年轻，我想良人很快会再次怀上龙子的。有劳太医了，你先退下吧。诺，臣告退。大王，是臣妾没有照顾好身子，以致流掉了龙种，一切都是臣妾的错，请大王降臣妾的罪。罢了，滑胎也不是你想要的，寡人在这个时候降罪于你，又有何用？大王，微臣建议还是改一改咱们这后宫的风水吧。先是景良人滑胎，如今韩长史和楚良人的胎儿也没有保住，说不定后宫有什么妖孽，专门挑大王的嫔妃下手。赵高，过段时间就是春猎了，良人好好休息，别多想。诺。大王慢走。恭
送大王。大王走了。这出大戏总算是演完了。你说那个韩长史也真是的，在宫里养胎养得好端端的，为何要出宫？良人，您不觉得这厉夫人比闵夫人更可疑吗？此话怎讲？奴婢听说，上回您教训了韩长史，他被厉夫人带走之后，私底下二人便有了来往。韩长史怀了韩非先生的孩子，还让厉夫人去向大王求情呢。那有什么好奇怪的？那个厉姬向来好多管闲事。可是啊，厉夫人先是在大王面前言之凿凿，细说良人陷害韩非的罪状，害得良人被贬。可良人对他没有威胁之后，他又对我们假装好心，让我们小心闵夫人。可他明明和闵夫人情同姐妹啊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而且方才奴婢去南宫请示大王的时候，正巧看见厉夫人和赵太后亲热。奴婢听说，自打厉夫人进宫以来，常往南宫跑，还喜欢拿闵夫人的红枣借花献佛，讨好太后。那您说，她究竟是站在哪边的人呢？哼，那个厉姬，真是坏透了，骨子里、脑子里，全身都是心机。良人，您也知道，赵太后素来和祖太后不和，那自然是不喜欢我们楚人。奴婢只是担心，厉夫人现在正得圣宠，又联合赵太后和闵夫人的势力来打压我们，那良人以后在宫里，怕是越来越没有地位了。肯定是这样的，一定是那个厉姬煽动闵代搞的鬼。他指使闵代下手，然后再把这一切扣到本宫头上。本宫落到今天这般田地，都是拜那个厉姬所赐。等本宫东山再起，一定会加倍还到他头上。丽儿，寡人有些不安。我身边的亲人都与我愈走愈远，今日母后心神憔悴，寡人的孩子也意外滑胎，成教燕丹也与我反目，寡人身边就只有你了。寡人今日想起燕丹曾对我说的话，燕丹说寡人生性多疑，对樊无机是如此，对他是如此，对成教也是如此。大王说的成教，可否是我在洛阳见到的长安君？我记得当时大王和长安君情谊甚笃，可是我入宫之后，就听到有人曾说过长安君因叛秦而流放于异国。我也曾为此事疑惑过。不是他背叛寡人，
是寡人背叛了他。程角从小性情温和，虽然我们不是一个母妃所生，又有历楚风波，但是他始终尊我、敬我，当我是他最敬爱的兄长。而我却为奸人所骗，相信他有心叛变，在他最困难的时候，我却未能守护他。我娘太纯良，吕不韦对娘进了谗言，使他以为若大王疼爱程巧，却不立嫡长嬴政，将使父王为难，招臣民耻笑。王兄不也说过，父王明明疼爱我，却立你为嗣，使你不安。自古以来，宗室相残本为常理。然而这些年，王兄始终待我不薄，难不成是怕我谋反？不是的，那就把大秦王位给我。其实程角并不想要寡人的王位，他只是太善良，太年少，面对残酷的真相，他不知道如何是好。那些年，他是如何待我，而我又是如何待他。从此以后，长安君程角与大秦再无瓜葛，恩断义绝，此生不见。是寡人对不起程角，我的王弟。是寡人负累。不奢求原谅，望山河，思念清月沉，年年月月同一生，烟消间。姐姐，听说近日有人向大王献策，要大秦花重金去行谏各国。不知此传闻，姐姐是否有听说？竟有此事？近日来秦策士不绝，屡有献策，不过大王也未必全盘接受。只是这次行谏之国的目标正是赵国。姐姐应当知道，自从秦魏赵败后，大王一心想要找到攻赵之计。除了韩非先生生前所献之策，大王一心想要攻赵，应是有几分徇私的。毕竟大王儿时在邯郸受过不少委屈，姐姐你应该也知道。我是亡国之人，6国之战，虽说我也忧心百姓之苦，但怎么说，我也是局外人。但是姐姐你就不同了。姐姐虽说不涉朝堂政治，但是这次受敌的毕竟是自己的母国。姐姐若真想为赵人做些什么，为何不去找大王恳谈呢？大王的雄心，绝对不会因为任何人的劝阻而停下的。然姐姐也说过，大王并非是听不进话的庸君，
虽说一统天下是不可破的雄心，但如今大秦也并非占到上风，战争也并非是唯一的手段。若姐姐在居中斡旋的话，秦赵关系可能还有转圜余地啊。为何妹妹觉得我得以居中斡旋？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本宫向来不过问朝堂之事。妹妹这话又是什么意思？姐姐，我想你应该很明白，我从来都没有一丝害你之心。你我姐妹二人这些年在这宫中相知相惜，如若姐姐真的有什么苦楚，大可与我倾诉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我并没有什么苦楚，只是妹妹又何以这样说呢？哦，对了，上回妹妹说要调查韩长史之死，我想知道妹妹这段时间以来，究竟调查的怎么样了？是啊，我已经知道是谁害死了韩长史。是谁？参见大王。臣妾参见大王。夫人在聊什么？倒也没什么。来，寡人能不能问问你，你让韩申出宫，到底办了什么事啊？大王放心吧，大师兄绝对不会去做害秦之事的。你和你师兄可真有默契。到底什么事这么神秘啊？我想让你舒心，当然不想让你伤心。大王，你就相信我这一次吧。好，寡人相信你。要是让寡人吃亏了，我会在别的地方给你讨回来。师弟，师兄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为了护卫太子殿下，防备刺客，所以我提议，由我睡在最宽敞的房间，让太子殿下睡偏房。确实是很聪明的安排，连我也被骗了。我并非是想刺杀太子殿下，仅仅是想看看榻上之人是不是你。韩侍卫，你为何来邯郸？说，你是不是秦王派来的？金少侠，你方才不该对他手下留情，如今让他见到了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怕是有危险了。樊将军，这次太子殿下脱秦，是公孙姑娘一手策划，韩少侠、金少侠里应外合，才得以顺利地解救太子殿下，所以请你不必怀疑他的诚信。哼，公孙姑娘便是厉夫人，也是金少侠的师妹，是吗？韩侍卫，即便你是金少侠的大师兄，但你仍然是咸阳宫中的中尉，秦王身边的近侍，你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出宫。你到底是为何来召？说。秦王确实知道我离宫，然而并不知道我离宫的目的。今日田光先生也在，
韩某就当诸位是自己人，定当诚实以告。樊将军，请你不必过于介怀我的身份。韩少侠虽身为秦宫侍卫，但这次为了救太子殿下，他是尽心尽力，可真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呐。他绝对不会轻叛故友。既然他已经说明了不是为秦王而来，所以樊将军不妨就此信之。燕丹也愿意相信韩侍卫的人格。铁矿先生，我想与你单独谈谈。好。大人，本宫向来不说客套话。既然大人愿意来见本宫，那咱们就把话挑明了说吧。原来中常侍大人一直为夫人所用，果然不出本官所料。中常侍大人真正福音的，并不是本宫，只是我同大人都是赵人，又身在秦宫中，互助罢了。本官实不明白，我和闵夫人之间有什么好谈的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韩非之死是出自闵夫人之手吧？然后嫁祸给本官，您这一招真是高啊！对于我大赵来说，韩非就是我赵国的敌人，自然是要除掉的。既然如此，何必要借刀杀人？这要怪呀，就只能怪廷尉大人，你运气不太好。韩非一事，若不是厉夫人穷追猛打，再和昌平君一起闹到了大王面前，你们应该是可以全身而退的。这楚良人想毒死昌平君，以丞相之位来换取厉夫人的死，只可惜你们的周密计划被打乱了。不过大人要怨的话，也不应该怨本宫，而是怨厉夫人才对呀。大人，你想想，如果韩非先生还活着，以大王对他的重用，这相位很有可能已经是他的了。可是韩非已死，本官依然没有入大王的眼。若是上回厉夫人死在了宫外，那韩非之死又怎么会牵扯到你们头上呢？这廷尉大人在大王心中的位置，也不至于一落千丈啊。闵夫人，您此话何意呀？本宫的意思是，厉夫人碍着了太多人的路。若是大人想重新赢回大王的信任，也是有方法的。本宫也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不过，大人，你要先站在我们这边才行。青儿，你看见我的短剑了吗？短剑，夫人不总带在身边吗？
昨晚睡前放在我的床边，不知为何今早起来就没了。兴许是夫人早上换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抖掉了吧？会不会是被人偷走了呢？偷？夫人，谁敢那么大胆偷夫人您的剑呀？夫人，我们今天先去春猎，回来青儿好好帮您找找。嗯，走。今日风和日丽，真是狩猎的好日子呀！打从丽儿入宫以来，对我最照顾的人便是姐姐你了。可是近日丽儿心中有一些事情，实在是弄不明白。这9眼琉璃珠，乃南楚上品，非楚国王族不可得。楚良人曾赠给韩长史一串，可偏偏那么巧。赐死韩非先生的药瓶上，也缀有这9眼琉璃珠。这有什么好想不明白的呢？这药瓶上的9眼琉璃珠，并非是韩长使的，而是楚夫人赠送给姐姐的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姐姐刚入宫的时候，楚良人想要讨好姐姐，于是便送了一串9眼琉璃珠。我在韩长史身上闻到一股白檀香。夫人，怎么了？长史平日可有在屋里焚香的习惯？焚香？香料昂贵，这可是位分高的夫人才能做的雅事。长史，怎么可能？一个7品长史，断不可能用这么名贵的香。而夫人当中，最常用白檀香的，就是姐姐了。所以我在韩长史身上闻到白檀香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你。甚至可以说，韩长史表面是听命于楚良人，实际上他是在为姐姐你做事。这件事情本就是楚良人所为，人证物证俱在。又何以牵扯到本宫身上？家书一事，确实是楚良人指使韩长史去做的，目的是帮廷尉大人解决韩非子。而廷尉大人给他的回报，是让刺客劫持我出宫，让我死在宫外。可是廷尉大人跟韩非子毕竟同窗，不可能有那么狠的心要杀他。借刀杀人的人是你，闵夫人。你知道了楚良人想要毒杀昌平君的计划，于是将毒药调包给了韩非大人，而且还缀上一串9眼琉璃珠，为的是把一切都嫁祸于楚良人。就凭你一面之词，就想说这毒药是我给的吗？是，这一切都是我的猜想，但我唯一的证据就是你的心。闵夫人向来都是一副不涉朝政的样子，但是暗地里，涉入朝政最深的人就是你。你入秦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帮公子家夺位。其实更深一层的目的，是想要报复赵王，因为赵王迁他抛弃了你。没有这种事，都是从哪里听来的？我刚才说的这一切，姐姐都可以否认，但唯有你和赵王的关系，你不可否认。太后都告诉我了，姐姐。我之所以选在这私下无人的时候跟姐姐坦诚这一切，而没有向大王禀报，是因为我想要帮你。闵夫人，你入大秦到底是为何？你确实要帮公子家夺回赵国的王位，对吗？我不需要你帮。
公孙离，你太聪明了。你的聪明，如果能让你懂得识时务，本宫也不需要对你动手。可是你管得太多，本宫也只好斩草除根。你什么时候偷走了我的剑？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闵夫人，夫人受伤了。这怎么回事？大王，是他想要杀臣妾。我没有，大王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微臣臣妾叩见参见大大王。夫人有伤在身，不必拘礼。谢大王。太医，夫人怎么样了？禀大王，虽有皮肉之伤，却未伤及筋骨，并无大碍。微臣再开几副方子，外敷内服，休养几日，便可痊愈。好，下去吧。诺，大王。厉夫人，这是你的短剑，对吧？回大王，是我的。厉夫人正是用此剑伤了臣妾。回大王，我并没有用这把剑去伤害任何人。那这把短剑为何会在御车上？禀大王，明明是有人偷了我们夫人的剑，今天早上我们就已经找不到了。这把短剑一直都是你随身佩戴。你告诉寡人，还有谁能拿到这把短剑？大王，我只能告诉你的就是，我从来没有想过用这把剑去刺伤闵夫人。若不是你，难道是闵代拿短剑伤自己吗？闵夫人，臣妾从来没有习过武，平日里见到血都会害怕，又怎么会用厉夫人的剑来刺伤自己呢？闵夫人，你知道我说的句句属实。如若你一定要这样欺骗大王，那我也只能说出实情。大王，杀死韩非先生的凶手，正是眼前的闵夫人。毒药确实是楚良人所准备的，但是目标并不是韩非先生。闵夫人命人把毒药送到大牢中，为了嫁祸给楚良人，还有韩长史，他便留下楚国的琉璃珠作为证据。为了灭口，他还杀死了韩长史。至于景良人，更是闵夫人下的毒手。闵夫人为了加深我们对楚良人的怀疑，于是她便利用楚良人害景良人滑胎这一点，用了同样的离炉，对景良人下了手。说的真是天花乱坠。厉夫人，景良人暴毙那日，本宫在你宫中与你说话，你怎么能说这毒药是我下的呢？我问过太医，韩非先生和景良人中的都是离炉的毒，但是毒的深浅倒是不一样。闵夫人，你买通了景良人身边的奴婢，命他在景良人每日的膳食当中加一些离炉，如此日积月累，
景良人的身体受不住，自然是会暴毙。因为毒药发作很慢，当然不会有人怀疑是你做的。你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，杀害了景良人和韩长史。在这里借刀杀人的人，就只有你。妹妹，你说的这些全无证据。韩非与韩长史之死，与本宫有何干系？你可别为了想脱罪，就先血口喷人，把所有的事情都栽赃到本宫身上。我确实没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事情都是你做的，但是，闵夫人身边的所有人，都是出身于赵国，听命于赵公子家，当然不会去背叛闵夫人。再说了，就算大王怀疑你，韩长史和景良人都已经死了，大王又能奈你如何呢？免带，寡人不明白，你说厉夫人要脱罪，脱什么罪？回大王，厉夫人此次想灭臣妾的口，是因为臣妾正要揭发一桩丑事。大王，千万别听闵夫人胡说，正是厉夫人协助太子丹离秦的。大王，绑走厉夫人，正是太子丹离秦计划的一部分。小离，你来说吧。启禀大王，夫人因担忧厉夫人有叛秦之心，所以让奴婢暗中监视厉夫人。我们要面对的，并不是什么山猫野猪，而是杀人不眨眼的虎贲君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那我们也没有回头路了。谁？小离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夫人？厉夫人一手筹划助燕太子丹离秦之事，甚至连那日闯入府中的刺客，似乎也是厉夫人的师兄。你，大王，小离所言字字属实。他曾向臣妾发誓，如有半句虚假，愿打入永巷，绝不辩驳。承认我说的话也没关系，重要的是，大王他还会不会再信你？廷尉大人求见。他来干什么？是臣妾请他来的，要的就是大人来证明臣妾所言字字属实。让他进来。臣李斯参见大王。起来，有事快说。寡人现在没什么耐心。启禀大王，厉夫人被人带出后宫，确实是微臣一时蒙昧，臣被楚良人言辞祸乱，才会出此下策。但是，臣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因为臣一直怀疑厉夫人对我大秦居心不良。什么意思？寡人不想听你推脱，既犯之事依法治责。你给寡人说清楚，厉夫人为何对我大秦别有居心？臣惶恐，臣眼见大王对厉夫人恩宠日盛，但厉夫人出身王位，满门皆被我秦军所灭，从而屡屡与朝廷对抗，所以臣不得不担忧，厉夫人常伴军策，是否是别有居心？果不其然，就在那次厉夫人被劫持出宫之时，除了中尉韩申之外，好像还有一位二师兄。此人正是
真正救厉夫人回宫之人，甚至他就是劫走燕丹的首谋。而且臣还听闻，厉夫人入宫之前，曾与这位二师兄青梅竹马，关系匪浅。大王，臣字字属实，对大王绝无欺瞒。你不要忘了，是寡人让你生下这个野种。不是野种，那是我和我师兄。可能当时光线太昏暗了，我竟然没认出来。还有，就是这位二师兄救走厉夫人之后，足足隔了1日，厉夫人才又重回宫中。在这1日之间，孤男寡女，又在乡野之间，很难说会不会旧情复燃。廷尉大人，你不要说一些无中生有、不着边际的话。厉夫人，您若不是心虚了，何以如此生气？李夫人除外，所有人都出去。出去！站起来！看着寡人，方才他们说的，是不是真的？说！你要是不说，寡人就立刻处死所有太子府中的阉人。是真的。那个武功高深莫测、救走燕丹的人，就是你师兄，对吧？是。因为你知道他要来，所以你要帮他。不是，我只是想要救燕太子丹回他的母国，不想让他在这里就这样委曲求全的过日子。大王其实也不想让他老死在秦国，只是大王拉不下脸去释放质子。如若大王想要惩罚我，臣妾甘心领受。救燕丹脱秦只是一个借口，其实你就是想见他，你就是想和他在一起。你被挟持出宫，也是你们计划好的，包括寒山在内。挟持出宫，挟持出宫是为了让太子丹顺利离访。大王，我知道我欺骗了你，但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计谋，跟其他人无关。
寡人为你操碎了心，你却联合那个人来愚弄寡人。我很愧疚。你一方面就燕丹脱亲，另一方面在寡人面前虚情假意，这就是你的愧疚。不是这样的，你别再骗我了。你到现在还在爱着那个人，对不对？那个你朝思暮想、心心念念的师兄，从以前到现在，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。你为了你自己的利益，欺骗我。你和你的二师兄在野外相会，想必你重温了一段情吧？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想要救太子丹回国。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，真的不像你想的那样。够了！我不会再相信你。对不起，你给我滚！滚！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李柱，臣在，立刻将厉夫人关入永巷，听从发落。永巷？听不懂吗 ？No， 臣立刻就去办。把太子丹家眷也一并关入大牢。No。大人，这是做什么？我们正要启程回蓟城呢，恐怕你们再也回不去了。来人，给我将人全部拿下！太子殿下，韩申既有其他的目的，那何以这么巧也来了邯郸城？他若是奉秦王之命来打探太子殿下消息的，我们岂不是都给他骗了吗？樊将军，韩少侠在太子殿下脱秦之间颇有效力。若不是他故意让金少侠打伤，可能我们到现在还过不了函谷关呢。韩申确实曾鼎力相助，燕丹愿意相信韩侍卫来此，应当并无恶意。樊将军，你就别多心了。师妹她得知你练成了师父留下的剑法，真的为你开心。我不做侠客，敢当杀人不眨眼的刺客，这也值得开心吗？我现在才明白，师父当初为什么要把葫芦剑谱封在洞里，而不交给我们。在乱世中，人人都要有牺牲。师妹是，你是，我自然也不例外。
难道嬴政找到我们了？太子殿下不必惊慌，交给京少侠即可。我们不要轻举妄动。韩申一来便有此事发生，他肯定有问题。关将军，话不要说那么早，我们要先弄明白，来者是何人呢？住手！厉夫人，真没想到可以在这里见到你。您放心，您之前给李斯的屈辱，我会加倍的还给你。说，你为何要私助燕太子丹离秦？你是不是暗中同燕国密谋了什么条件，要对我大秦不利？没有任何条件，我是大秦的妃嫔，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我自有分寸。廷尉大人，此事单纯只是我个人想要帮助燕太子丹，与他人无关。是吗？你真是天真无邪呀！燕太子丹是燕国的太子，你纵放此人离秦，势必在天下掀起动乱。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事到如今了，你居然还敢狡辩？那好，看来本官得继续让你吃点苦头了，看你会不会说实话。打！是。大人，夫人，停！夫人，您的脾气真硬啊，吭都不吭一声。若是廷尉大人，廷尉大人的才智有韩非子的一半，倒不用待在这个阴暗的永巷，折损我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妃嫔。像你这样一个狡诈之徒，也只能仗势欺压别人罢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拿本官说事儿！你私助叛贼离秦，乃欺君大罪。今天你又无视我大秦的军威，口出狂言，羞辱本官。好，来呀，继续给我打！是，越狠越好。大人，求求你，别打我吧！金少侠怎么还没回来？啊，我出去看看。什么人？你是何许人？找本宫有什么事？常言道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偏偏今日来此，乃是满怀善意，欲行善举而来。我呸！你这是行的哪门子善举？你出手便制住了我的朋友，你分明就是秦王派来的。太子殿下，燕国地势偏僻，气候又冷，兼之国力不振，物产欠丰。老夫怕太子殿下回燕国受苦，特来送太子殿下回秦国享福。你这厮果然是秦王派来的刺客！
秦国冬暖夏凉，物产丰饶。老夫保证你下辈子会过得舒舒服服的。参见大王。大王到。参见大王。臣参见大王。审问的如何？禀大王，逆犯卑劣顽强，至今不肯承认他私助燕太子丹离秦与燕王室有关。继续拷问。诺。给我。说，燕太子丹离秦之计，是不是你一手策划？他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？同时招来。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他没有给我任何好处，是我自己自愿的。中驱散，寂寞苦，青春短，人生难，百花残空。现在就杀人！你从来都不是我的王，你给我的东西我不想要。就算我人留在你身边，我心永远不会在你这儿。繁华烟气中驱散。寂寞苦，青春短，人生难。百花残，谁心凉？得失难逃，奈何天？余年想着，回不去从前。他们这是设计好的。调虎离山。田先生，田光先生，田光先生，樊将军，樊将军，樊将军，快起来！金少侠，太子殿下呢？太子殿下被一个唠叨的老头给接走了。果然是你这厮，将贼人引到太子殿下这里来的。樊将军，先冷静一下。我已经看过田光先生了，他只是气血攻心，并无大碍。我们先把先生送进房休息，再商议如何救出太子殿下。大王到！叩见大王。叩见大王。夫人有伤在身，不必拘礼。谢大王。夫人觉得今日如何？好一些了吗？谢大王关心，臣妾已无大碍，只不过还是挂心关押在永巷的厉夫人。大秦酷刑向来严苛，妹妹的身体怎么受得住啊？厉夫人伤你如此，你竟还替她说话，寡人实在没想到她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妹妹出身武家，本就有路见不平之本性，
再加上太子丹此次找的帮手，又是他昔日的师兄，他又岂能袖手旁观呢？别提他。说到燕丹之事，夫人认为，寡人是该送他回继，还是派兵追击，以正天下视听？臣妾以为，大王应当缓一缓。燕国积弱已久，燕王昏庸无道，即使太子丹回继，也不一定能发挥什么作用。倘若大王此时命人追击太子丹，定会落个你死我亡，还会令天下人说大王暴虐无情。既然大秦有统一天下之心，那么收服民心也是必须之道。夫人说的很有道理，只不过近日战事不顺，寡人甚是烦心。既然伐赵受阻，臣妾以为，不如先取韩、魏。两国贫弱，早已是大秦之囊中物，不难轻胜。胜仗定能鼓舞军中士气，待将士们养精蓄锐，再往北上也还不迟。寡人要是自赵退兵，夫人该高兴吧？臣妾虽是赵人，但身在秦宫，这心心念念想的，定是我大秦的利益。除此之外，臣妾别无所思。夫人能这么想，寡人也就欣慰了。青，青，你的手还好吗？青儿受的这点伤，怎么能跟夫人的比？夫人，别动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别动！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放开夫人！别动！你们要干什么？老实点！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自然是把我们良人受的委屈加倍讨回来。你不能这么对夫人！你们别动青儿！楚良人，夫人，你这个贱人，今天不好好教训教训你，你是不会听话的。来人，把他们的头发给我剃光。是。住手！是谁准许你们在这儿撒泼的？厉夫人可是永相关押的要犯，还轮不着你们在这儿私刑处置。要是往生事端，就不怕你们一起受到责罚？中常侍大人，好像这永相也不归您管呀。我想今天的事，您就当做没看见吧。哼，没错，永相的确不归我管。但是本官今天是带闵夫人来探监的，区区一个4品良人，不会连1品夫人的话都敢不听从了吧？哎，你罢了。好啊，既然是闵夫人想找这个妖女说话，那本宫就不争了。妹妹，咱们来日方长，下次本宫要好好找你说说话。但愿那个时候，你还没有受异刑，没了鼻子，会很丑的。唉，厉夫人呐，看来大王真的对你已经死心了。
当初大王是多么的宠爱你呀，如今却由着别人随意的欺辱你。中常侍有什么话就直说吧，我现在没心情在这听你吵闹。我们闵夫人是真的关心你，她只是不希望有人挡了我们大赵的路，但她绝对不会用这种下流低贱的手段来折磨夫人。他杀死韩非先生不够下流吗？他杀死韩非先生之后诬陷我，难道不够低贱吗？我公孙丽不喜妄言，但是人和禽兽，我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。丽夫人，你现在身陷囹圄，别不识好歹。如果你愿意助我大赵，我倒可以请闵夫人向大王求情，饶你一命。如果闵夫人说的所谓的助赵，是不问贤德、不论是非的杀死像韩非先生那样的好人，那我就帮不上什么忙了。丽夫人，你现在犯下的可是重罪，哼，就算能活着出去，也少不了发配苦役一生。我劝你，不要不见棺材心不死，到时候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。哼！哟，光顾着说话，来人，在，把他们放下来。是。夫人，您没事吧？夫人，青儿，有没有打疼你啊？夫人。青儿是心疼夫人。青儿，都怪我，让你受苦了。这怎么能怪您呢？这都是闵夫人，这都怪青儿。当初没有发现他们的奸计，让夫人你受苦了。范将军，你再仔细想一想，绑走太子丹的那帮人都说了什么？韩申，你就别在我面前装模作样了。自从你来了之后，太子殿下被绑走，天光先生昏迷不醒倒在床上，这些分明都是你所为。范将军，容我插句话。根据今日天光先生的伤势，以及我和那几位刺客交手的印象，我怀疑对方是丹鼎门的人。丹鼎门？师弟，你怀疑是夏侯央干的？那日我救出师妹，夏侯央也同样使出了扣住脉门这一招。那次是我有所防备，才没有被他所伤。大师兄，你看今日天光先生外伤不显，却到现在还迟迟未醒，可见对方武功绝非一般。景少侠，既然你已经知道是这个丹鼎门所为，那我们去找这个丹鼎门，救出太子殿下。范将军，你先别着急。即便我已经推测出是丹鼎门所为，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身处何处。那我们坐在这儿干着急也不是办法呀。景少侠，你得想个法子才行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得在夏侯央把太子殿下带回秦国之前，找出太子殿下的下落。师弟，你还记得师父以前提起过一个叫秦小弟的人吗？那个人有点印象，记得他向来消息灵通，若是师与小慧，说不定能知道夏侯央的动向。但是，我们去哪儿找他呢？此人生性好赌，要找他，应该不难。
大哥，大哥，什么事啊？大哥，我必须要见魏魏大人一面，帮我给魏魏大人带个话。那不可能，廷尉大人已经交代，夫人不能见任何人。那么那日，楚良人带人进来撒泼，又是谁放行的？你们收了楚良人的好处，还睁眼说瞎话。要说我把这件事情禀报给廷尉大人，事情追究下来，你们也一并连坐论罪，到时候看谁能逃得过。嘿，你这贱人！大人，大哥，听你这口音，应该不是秦国人吧？对，我是魏国人，又怎么了？大家都是一帮人，虽在秦国身不由己，我今日也不是为了我自己，而是为了太子府的那些燕国人。大哥，你想想，如果你的亲人现在被囚禁在大牢，你肯定也想有人见义勇为，救他们出去，是不是？任你怎么说，会面是不可能的。要不这样，你有什么信儿要捎给魏魏大人，我想办法帮你带出去就是。好，谢谢大哥，谢谢你。夫人，您为什么要传话给魏魏大人？太子府的那些燕国人，他们并不知道我要营救太子出府的计划，所以，我必须要劝说大王，放他们回继。夫人，您自己都成这样了，您还想着别人，您真是太善良了。要是大王能看到您这些，该多好呀！为什么大王就什么都不知道呢？大王他心系天下，而吴氏小姐，她想要兼并六国，力争备战，顾虑的事情实在太多。为了大秦的利益，他必须要做一些冷酷的事情，才能前行。我明白大王为何会恨我，但就算他不原谅我，我还是有自己该做的事情。燕丹之情，自与大王亲耳目中。战国无情，难得知己。大王怀恨于臣妾，降罪于臣妾。然莫迁怒燕人。太子府中太傅、家臣、女眷，皆是无辜长女，无赦正正。李忠，你知道寡人为何责怪夫人吗？臣愚钝，请大王明示。寡人并不怒他放走燕太子丹，寡人真的怒的是他本是一个无心算计之人，却为了他师兄欺骗寡人。一个是寡人最信任的兄弟，一个是寡人最宠爱的女人。你说，我怎能不怒？厉夫人的师兄，就是她入宫之前形影不离的那一位吗？大王，可愿听臣多言几句？你说吧。厉夫人出身巫侠世家，以匡扶天下、伸张正义为志。即便入宫跟随大王做了嫔妃，都不改其性。若厉夫人是以薄情寡义之人，那昔日师兄，或者是今日太子丹，都完全不会让他深陷其中。大王，恕臣讳言，当日太子府遭劫，臣早就感觉到他态度有异，所以才拼死追问。没想到真让臣料中。不过，不正是因为他有情有义的性格，才使得他有别于宫中其他的女子，也使大王特别中意于他，不是吗？若大王真心有意追回燕太子丹，那厉夫人是犯了重罪；但若大王听闻燕太子丹走了，反而松了口气，那圣心如何，
自然就很明了了。大王还不能原谅厉夫人吗？并不是不能原谅他，而是寡人不知道如何才能相信他。据李斯所说，厉夫人被劫出宫一事，也是他师兄救的。寡人也一直以为是韩申救的。此事，厉夫人也没回应。她宁可瞒寡人瞒得这么深，也不愿告诉寡人真相。厉夫人的这个二师兄，就是天明公子的生父吧？怪不得大王如此的寒心。寡人让他取回佩剑，让天明回宫，甚至让韩申也留在宫中。为了让他开心，我已经百般忍让，但是他却连一点点的信任都不愿意给寡人。是，他正在受苦，但是寡人又何尝不是呢？大王，您看，夫人，来，喝杯水吧。夫人，夫人，有人来了，不会又是来打我们的吧？夫人，青儿，别怕。魏魏大人，夫人，这位是太子殿下的太傅举武，他特别请求临走之前来见厉夫人一面。这么说，大王同意让他们反燕了？夫人，太好了！是啊，真的太好了。我大燕与夫人素无亲缘，却蒙夫人一再舍命相救。老夫和众家臣不知如何回报夫人的恩泽，只能在此叩拜。谢夫人，谢夫人，救我大燕太子！别，快请起啊！快请起！大家快请起！只要你们平安无事返燕就好。谢夫人。就。荆轲他们怎么也想不到，咱们会取到魏国入侵。师傅这招舍近求远，实在是高明。哼，那小子本来就不是为师的对手。为师之所以这么小心，就是不想横生枝节。师傅说的有理，像荆轲这种跳梁小丑，让他自行陨灭便可，无需与其多加纠缠。好了，话说回来，我让你去通知李大人，回信到了没有？禀师傅，算算时间，他们应该也快到了。启禀大王，廷尉李斯求见。让他进来。宣李斯进殿。
臣李斯参见大王。廷尉，所谓何事？大王，厉夫人与燕太子丹串谋叛秦诡计，如今厉夫人既已经被打入永巷，那我大秦是否应该派兵追击燕太子丹，方可达警醒六国之效？既然燕丹已经离秦半个月，此事就算了。大王，臣密遣的刺客已经在赵国境内抓住正在出逃的燕太子丹，臣特来禀告，等候大王处置。你说什么？燕太子丹和叛贼一行人在邯郸停留多日，被臣密遣的眼线发现其行踪，趁其不备，便先下手为强。我让你追击了吗？寡人什么时候下令让你追击了？你未经寡人的许可，饲养刺客，擅自妄行，该当何罪？大王，大王，臣惶恐，臣绝无意冒犯大王，只是以为燕太子丹叛秦在先，应当抓回受审，以正天下人视听。而且臣又见大王对厉夫人纵放燕太子丹发怒，所以才擅作主张的。燕丹乃是来我大秦的质子，是燕秦两国交好，互不侵犯之政。他有没有叛秦是寡人说了算。至于厉夫人之事，乃是后宫之事，轮不到你插嘴。是，大王英明，臣知错。如今是你自己闯下的祸，你自己收拾。要是燕丹反击之前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拿你10万。大王息怒，大王饶命，臣即刻派人放了燕太子丹。滚！大王息怒。哎呀！赵高，微臣在。你去打听打听，廷尉养的刺客都是些什么人？这个李斯，急功近利，好大喜功。你替寡人好好盯着他。臣遵命。怎么了？师傅，我刚刚看到一个人影。哼，这里方圆100里杳无人烟。大家不要惊慌。夏伯阳，这张生活帝王可能抓住你，第二次再试，可就毫无用处，只能贻笑大方。肯定是荆轲那臭小子劫人来了。荆轲，你在哪儿？有种滚出来，与老夫正式比试，不要像小贼一样躲着。我的胡落剑法是暗杀术，这不是你说的吗？我又何苦和你抢英雄？荆轲，你少藏头藏尾，当个龟孙子，你就不怕丢你师傅的脸吗？荆轲，你若再不现身，就莫怪我无情了。师兄，上！太子殿下，你想拿太子丹威胁我？你当我们是3岁小孩吗？他是你要献给秦王的宝贝，我谅你也不会杀了他。荆轲，你也太不了解我夏侯鞅了。杀太子丹，我绝不会有半点犹豫，大不了同归于尽，你我皆输。小贼，给我住手！我就知道，就算你练到胡落剑法之后，变得再残忍、再冷血，到头来你骨子里还是那个心慈手软的荆轲。把剑丢下，否则我让太子丹身首异处。
你没事吧？哼，荆轲，别以为你们能救走太子丹，我们怎么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你们呢？那就要看看谁的本事大。什么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大人亲笔，千真万确。荆轲，这回算你们运气好，下次我绝不会放过你们。撤！哼！怎么回事？老贼说撤就撤。看来是秦国那边有变动。不管怎么样，太子殿下总算是安全了。樊将军，荆少侠，韩侍卫，本宫又被你们救了一次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们才好。太子殿下别见外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使。荆轲只是报答田光先生的恩情。别这么说，荆少侠与韩侍卫屡屡舍命相救，燕丹会永远铭记在心的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